小雨饿了吧？姐请你吃宵夜，顺便庆祝你演出成功。剧团大家今晚约了庆功会，说要聚餐。战宇，来合影了。那你先跟他们去吧，咱们改天。放心吧，你姐我能照顾好。姐，你注意安全。去吧，等你呢。玩开心。小，饿了吧？咱们俩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去过1/3呢。走，我让厨师给你整点海鲜。我还就对那些昂贵的玩意儿没兴趣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去下陪我去撸个串儿，我就爱吃那口。没问题啊，我知道有个好地方。很少有女生好这口。我还就好这口。哎，这家店味道真不错，你怎么发现这店的？那个老板是我一个老朋友了，我经常过来解馋，绝对是骨灰级的脏摊儿。但凡吃过的人，一提到宵夜，肯定狠狠的来这儿撸一顿。老杨，来5个腰子，10个心管，20个肉筋。哎，好嘞。来，谢谢严老板带我来见证这么牛的脏眼摊儿，走一个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敬我酒？你喝不啊？不喝我干了。哎呀，季老板酒量可以啊，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在这种地儿吃饭有什么好装的呀？高兴就行了呀。哎，咱们俩酒也喝了，现在算朋友了吧？看着你也爱撸串的份上，给你个酒友的机会。哎呀妈呀，奋斗2个月，整2个月，我也混成技巧我的酒友了，我容易吗？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自己喝一个。我说严大老板，像你这种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，不去泡女模、大家闺秀、女明星的，天天盯着我这个女流氓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呀？我就好女流氓这一口。哎，我们队里有规矩，姑娘1杯，爷们喝3杯。你这速度，我把命搭上也赶不上。哪有这么多规矩啊？我喝酒就一项原则，我干了你随意。哎，好了，别一碰酒就把自己当女汉子，少喝点。你怂啦？我严谨怕过谁？那就再开瓶。开就开。战宇今天晚上演奏实在是太棒了，他以后一定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一定可以。以后你不准欺负战宇，他现在是我弟，你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。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？行，我得多向你学习，多帮帮这个孩子。你说战宇这么好一个孩子，怎么就偏偏生在那样的家庭啊？人各有命，老天爷给什么都得接着。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，皮实着呢，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我就觉得这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把不公、疾病、贫穷都发生在了战宇的身上，还袖手旁观，毫不作为。这个世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战宇这个孩子虽然命苦，但他遇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姐姐，他是幸运的。我知道我不是女超人，拯救不了世界，只是力所能及的帮战宇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。这还微不足道？你比他妈对他都好，气都死了。你这么霸道妇态，一点都不叫人心疼可怜。我就当你在夸我。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了，只要战宇他自己肯努力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怎么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都这么自信啊？因为我是严谨。
情聊了很多。他的风趣幽默让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回想起前段时间严谨为我做的那些事儿，他的确在用各种行动打动我。纵然我再铁石心肠，面对这个真诚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，我终究还是招架不住了。呀，小宝贝，起床了，来吃早饭了。昨天是不是你扒了我衣服？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？你的衣服是你自己脱的，你的清白是我手中的。要我说啊，咱要是不能喝，以后咱就不喝了啊。来，吃饭吧，坐。你的嘴怎么了？啊，嘴啊，应该是昨晚亲我太用力了，没事。你个臭流氓，占我便宜，你想死想死是不是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占你便宜。你要不是耍流氓，为什么不送我回家？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我家在哪儿。你自己翻翻你的包，看看钥匙还在不在。我严谨啊，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也绝对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儿。我这一大清早顶着宿醉，亲自下厨给亲爱的你做一顿早饭，你是不是好歹得感动一下？谁是你亲爱的呀？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宝贝，你这么做事儿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你好歹吃完饭再走。别说，你穿我的浴袍，还挺有感觉。滚！臭流氓！小宝贝，下了班早点回家。对了，晚饭想吃什么呀？想好了给我发微信啊。要不要再喝点酒？今天晚上咱们喝点白酒啊。白酒劲儿更大，来得快。滚！老板，老板，结账啊，老板。抱歉啊，一共消费78。姐，喝口水。谢谢。
昨晚和朋友玩得开心吗？几点回家的呀？姐，你昨晚真在爷你家过的夜？我昨晚喝大了，去严景家睡的。不过，我睡的卧室，他睡的客厅。姐，严景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儿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您的咖啡。二位，先看一下菜单。哎，战宇今天休息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他请假排练去了。要喝什么自己坐下来点，我先着忙。二位要什么？二位慢点啊。你到楼上干嘛？帮你收拾行李，你也歇2天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你有病呀！没看到我在忙，要疯你自己疯。都忙这么久了，出去放松一下很正常啊。跟你出去玩，你当我傻呀？赶紧走人！走不走？走！你有病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呀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哎，你怎么不夸我？有些人每分每秒都在夸自己，还稀罕被别人夸呀。你不会是要去利川吧？我倒是跑出来玩了，生意还做不做呀？你放心吧，咖啡馆那边我已经找人帮你盯着了。到了利川以后，手机、相机、无人机我已经全准备了。我会24小时全程做季小姐的私人摄影师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当一回销售掌柜。做完了，我可要提速了。战宇知道你在严谨家过夜了吗？我只是借宿他家，并没有做什么。关键是战宇是不是误会了你们？不知道，我没有明确问过他这个问题。关于我私人生活的部分，我是不是可以不说？不可以。凭什么？就凭这些事情，都跟战宇有关系。请让我亲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请让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马上就要到家了。钥匙呢？钥钥匙。钥匙呢？我刚刚上厕所，我以为钥匙掉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进不了家门，只能睡大街了呀。我不要睡大街，我不要睡大街，我的小摩托。好，不睡大街，不能睡大街，坚决不睡大街，走。
到家了，拜拜。哎，你慢点啊！拜拜。别崴了脚，哎，这一边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好舒服！我还没喝够呢，我还没有喝够。哎，好热，胸口好紧。哎呀，热！哎呦，怎么突然还诈尸啊？不痛不痛，我跟你确认。季晓，老板，这肉没熟。哎，季晓，你是不是装醉报复我？我没醉，接着喝。以后不能喝就少喝点，我可不给你喝酒。赶紧睡。你谁呀？为什么在这儿？长得还挺帅。多帅，哥自己知道。你别说话。我要把你藏起来。哎，季晓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哎，电话响了。肯定是严姐，家伙一天到晚给我打10多通电话，烦死了。啊，你说那个严谨成天到晚骚扰你啊？那他是不是特别讨厌？也不是很讨厌，其实，哎呦，我肉挺可爱的。晚安，丫头。恭喜梅姐跟刘总了，顺利的拿下了梨园的海鲜供应。还是全靠弟弟你开路啊！没错，这杯酒我们得敬敬。来，哎呀，市场啊，咱们是占了，但是运输物流这一块，弟弟说一句不好听的，以你们公司目前这个实力，恐怕是供应不上。这海鲜啊，最考验运输实力了。从温阳口岸到各个仓库，再到大小市场，最后到餐厅，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。如果物流这一块咱们能跟上，
利润至少能提升20%。太对了，物流这块确实是我们公司的弱项，接下来我会想办法提升这块的能力。严总的父亲成达物流不就是当地最好的物流公司吗？咱们可以跟严总取经啊。老爷子一直都想退休，把成达交给我来打理。但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，骨子里就比较懒散。我能把这个1/3餐厅做好了，就已经不错了。但如果梅姐需要这方面的业务支持，我分分钟帮你联系，哪怕单拉一条运输线都不是问题。严总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！之前对咱们是百般拒绝，现在连老爷子的物流公司都拿出来共享了。之前刘总找陆万金合作，不就是看上了他们家的运输实力吗？既然陆万金不想跟咱们合作，那我作为合伙人，提供这方面的业务支持，理所应当啊。理所应当。刘总啊，刘总这个人都太好面了，宁愿私下找人补短板，都不愿意跟我开口。咱们呢，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做生意，咱就要把利润最大化。如果每一回都是因为刘总的运输线出了问题，影响到咱们的合作，我这个作为合伙人呢，我可不答应。哎，我个人啊，表示支持严总的提议。谢谢严总提醒，这件事儿啊，我回去会认真考虑的。考虑考虑。来吃吧，吃饭。哎，吃饭。然后这个手会放这里。战宇这小子做事非常谨慎，手机一直不离身。没办法，想要达到目的，我就要自己创造机会。什么情况啊？我说妍姐，你就不能消停2天？我这不闲着没事做吗？想着帮你清理一下水槽，谁知道这一碰就炸开了。小身板不行啊，赶紧上楼洗个热水澡吧。不用了，还是上楼洗一个吧，别着凉了啊！真是服了你了。姐，哎，水凉了。啊，那你等一下，我马上上去。好了吗，小雨？我试试。啊。姐，水好了。我给你拿一条新毛巾，你等下擦干啊。好的。我先下去了。来了吗？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。
香啊！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儿子这手艺，就算将来以后不拉琴了，开家面馆，也能养活自己。钱要拉，面馆也可以开。好。你不吃吗？我不饿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钱，你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我是你爹，我来看老婆孩子，警察管不了我。你说钱放哪儿了？你滚啊！你别拉翻了，你给我走！你走不走？要钱是吧？我给你，赶紧给我滚！就这么点钱，这想打发我呀？你拉小提琴不是挺能赚钱的吗？下回可不能这么怠慢你爹了啊！哎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没事，钱我还可以再挣的。你又拿钱去买毒品去了，真是造孽呀！KK 的上线查到没有？我们研究了 KK 小号的通讯录，那上面全是先买家代号，而那个六哥就是刘伟的马仔六子。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。每当到决策的时候，小美人就很听刘伟的。每当我就要说服小美人的时候，刘伟都会蹦出来影响他。所以 KK 这小子必须得成为我们的人，为我们获得情报。我查了一下他银行账户，发现他有将近10万元的存款。所以这小子在不缺钱的情况下依然去贩毒，看来他心里的阴暗程度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。有些事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我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。经过我的观察，这个小子本性并不是很坏，一心想做一个小提琴家。像他这种深陷无底洞，却又不甘心死的孩子，只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，他想都不想，一定会牢牢抓住。真没想到，你也有悲天悯人的时候。合着我在你心里是个冷血动物。你也是考虑到纪晓鸥了吧？小欧一直把赞宇当成弟弟，我也不想让他难过。发展 KK 难度很大，他行动很隐蔽，想要人赃俱获几乎不可能。那就创造可能。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不好意思。检察班，请配合检查。往哪儿跑啊？警察，你抓我干嘛？我怎么了？你给我铐上，把口罩摘了。不是，我到底怎么了？
了。警察大哥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这是什么呀？不是，这不是我的。我不经常来这种地方玩，我没见过，真的，这东西不是我的。你以为我们是随便抓你的吗？啊，KK。KK， 什么 KK？ 本名叫战宇，在酒吧街贩毒的时候就叫做 KK。我们跟了你很久了，你还狡辩？知道这点东西能判你多少年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刚才那个人他撞了一下我，这东西肯定是他放我身上的。不信你们去调探头。自己看看吧。连集团内部什么关系都不清楚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闷头替别人卖命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撞你那人很有可能就是六子的其他手下，眼红你的销量，故意害你的。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山上这些人就两个结果，要么被抓了枪毙，要么被他们弄死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警察大哥，我死了我妈怎么办？你跟我说有用吗？我真不是故意要干这个的，我还是没办法。想活着吗？嗯。只有一条路可以救你。你说，只要我能活，你说什么都行。将功补过，协助警方破获小美人犯罪集团，你就有一线希望。即便押来到了法庭上，你也算是戴罪立功。我们调查过你，妈妈重病，父亲吸毒酗酒，还有家暴，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到了你一个人的身上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你仍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现在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。好好想想吧。我答应你。我愿意配合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好，我问你，你跟六子接触多吗？关系怎么样？他平时挺照顾我，很多次想跟我长期供货，但我都拒绝了。那接下来你就要想办法了解集团内部的情况，尽可能通过这个六子，或者直接获取核心人物刘伟的动向。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情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我会随时和你保持单线联络的，啊。
喂，六哥。周五跟我去趟利川。去利川啊？我周五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六哥？让你去就去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嗯，行。6层 KK 在服务区，准备到利川，车牌号是云 T 77575。KK 要跟六子去利川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，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。这孩子状态不对啊，我担心他只说不做。他们俩去利川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我想到利川看一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容易暴露身份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方法，你只要提供他们的定位就够了。就这样吧，开始行动。在宇今天休息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他请假排练去了。你上楼干什么去了呀？走！你有病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啊！你开这么快，不要命了？你做完了啊？我可要提速了。战宇怎么可能会死？谁会杀他？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？时间紧迫，咱们继续吧。啊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是警察，我有权利怀疑任何一个跟死者有关系的人，请你配合一下。警察同志，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赵廷辉。原来是赵副支队长。久仰大名。严总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好吧，那咱们回到正题上。既然你已经喜欢上了纪晓鸥，那你怎么看待他跟战宇之间的感情？赵警官，你作为纪晓鸥的前男友，那你怎么看待纪晓鸥和战宇间的感情呢？好好记。这还记吗？记，这是我的证词，少一个字我都不认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现在是我在审你呢。刘伟的毒品交易才刚刚开始露出水面。好啊，那我就好好跟你说一说利川之行。你怎么看待你跟战宇之间的感情？我只是把他当弟弟。
你真的没有一丝一毫对他动过心吗？我承认，战宇是个人人怜爱的男孩，但我对他的感情从来就是一种亲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之前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在你心里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完美，无所不能。但是后来，在他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。也许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。你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。这可以停车吗？没事，马上回来。找到一家还不错的客栈，走吧，上车。哎，你好，先生你好，办理入住，请问一下。哎，谢谢。我的背影有这么迷人吗？是吗？没注意到。给你，只剩一间关键房了，这里最好的房间，我住你楼下。杨老板破费了。季老板客气。现在5点半，咱们到焚香沐个浴，20分钟以后咱们楼下集合。我带你吃点喝点。好啊。严姐，都到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我还在洗，现在光着呢。你是进来的吗？还是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要再迟到，我就去找别人喝酒。
亏你还是武警出身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跟季老板吃饭，我总得洗得干净一点嘛。你一个大男人动作这么慢，太不雷厉风行了。晚上吃什么呀？反正不吃辣。刚才就一直在看手机，吃饭的时候能别晚了吗？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，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。出什么事儿了呀？突然跳闸，一个老太太在洗手间里摔了一跤，骨裂，家属狮子大开口，要我赔10万，点背。我之前也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客人，自己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，烫伤了手，还赖我的店员。唉，为了息事宁人，我还赔了他1000块。想开点吧，这年头，只要人没事儿，就都不是问题。哎，都说利川没有古城好玩，我倒觉得挺热闹的。这条街上的小店也挺有特色的。来过利川几回啊？我奶奶是利川人，她15岁之前住在宁海对面的龙磡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很重，一起去援藏。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，奶奶在我心目中才是大英雄。她年轻的时候跟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，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。我爷爷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奶奶一个人撑起了店铺，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呢。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？那是本店特色，不爱喝拉倒。不好意思，小王，我得回房间一趟，我得发个邮件。你在这拿手机发不就得了？文件在我电脑里啊，我发完就回来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乖乖等我回来。老板，再来杯长岛冰茶，谢谢。好。七桥，醒醒，睡着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哎，别提了，刚发完邮件，老太太家属电话就给我打过来，说我们经理态度不好，不仅要加钱，还要起诉我。我这好一通说呀，说得我嗓子都冒烟了，才同意私了。就一直干坐着等我，不下去走一走？不是你让我等你吗？真是一只不听话的哈巴狗啊！少废话，罚酒。哎，你酒喝到一半就放我鸽子，我要重重的罚。罚？那人家打烊了，要不要买点酒，换个地儿罚？去哪儿啊？回客栈啊，边喝酒边俯瞰整个宁海的夜景，多惬意啊！我不回去喝，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要真想睡你，我等到现在了。你能不说这件事了吗？这样，我发誓，如果我严谨，今晚对你图谋不轨，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哼，行。杨老板，你能不能安静1分钟？就1分钟。
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每天收工都能在这样的露台喝上一杯，就算只能活到30岁，也心甘情愿。呸！磨木头，至于说这么丧气的话吗？跟哥说，你看上哪家客栈还是院子，哥给你买下来，把似水流年搬过来不就好了吗？我知道你有钱，但不是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。也对啊，感情就是买不来的。你几年没有谈恋爱？2年了。前男友是谁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因为什么分手？你查户口呢？这夜色缭绕的，不聊聊情感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你前女友是谁？在哪儿工作？因为什么分的手？我谈过3个女朋友，有音乐老师，有演员、模特，可他们跟我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的钱。我往前砸出去了，人还是留不住。我交代完了，赶紧的。
了，我想再多睡一会儿。哎，别睡了，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刚刚是不是打呼噜了呀？没有啊，我打。太阳公公什么时候才出来呀？是啊，小猪都睡醒了，太阳公公还没醒。你说谁呢？把视频给我删了。凭什么删啊？这我的作品。把手机给我。不该。谁是猪？你才是猪呢！有本事你制服我！赶紧给我！不该，就你这个小身板，还跟我闹。嗯。嗯。哎，看，出来了。还记得上一次看日出，是奶奶带我去看的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。谢谢你，严谨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悲伤的人看日暮，有梦的人看日出。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。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，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。我在利川待了3年，参与过几个大案子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这儿，所以我呀，特别享受活着的日子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，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，走遍整个世界。严谨，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帅啊？我说正经的，严肃点儿。这样，咱们俩玩一个正话反说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严谨，你真帅。纪晓，你可真聪明。严谨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我喜欢死你了。纪晓，我恨死你了，这辈子我都不要再见到你。严谨，你会骗我吗？当然会。我没有在跟你玩游戏。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。
咱们住哪儿啊？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刚才2位男士住的哪个房间？在楼上舒适房。是朝西面对宁海的吗？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你的耳环真好看。是吗？谢谢。找到一家很不错的客栈，在那边。您的钥匙。一会儿见。你不吃啊？我看你等会儿才到呢啊，飞机晚点。六哥，咱们这次交易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今天来的人呢，叫阿超，他是吴老板手底的。这吴老板可是咱们的大客户，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那一会儿人来了，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给我好好看，好好听，看我怎么跟那共同仔做交易，怎么去验货。等你学会了，以后这个活儿就是你的。交给我这活儿，怎么了？不是你让我多提拔提拔你吗？是，多谢六哥栽培。这次交易，伟哥很重视。所以你千万别给我出差错，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六哥。妍姐，妍姐，妍姐。都到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我还在洗，现在光着呢。你是进来的呢，还是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要再迟到，我就去找别人喝。吃饭的时候能别玩了吗？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，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啊，事业心都很重。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。来了，超哥，好久不见。奶奶啊，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她年轻的时候和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，那个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。这位是我的小老弟 KK， 放心，谢谢言子。那咱们老规矩，好，老规矩。我爷爷在我8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奶奶一个人支撑起了店铺，是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呢。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？那是本店特色，不爱喝拉倒。不好意思，小王，我得回房间一趟，我得发个邮件。
超哥，怎么样？放心啦，老板那边我一定会把话带了。好嘞。利川有什么夜生活？有，有，肯定有。那咱们现在就过去。六姐，哎，你这个小兄弟靠得住吗？哎呦，超哥你就放心吧啊，是他，没有问题。最近出了事儿，千万紧张。走吧，帝王玉等着你呢。这个靠谱。六哥，亲爱的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哎，我女朋友在吗？路上不都是你女朋友吗？还有好多新朋友啊！新朋友，走，看看你，走。六哥，干嘛？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就不去了。胃不舒服？怎么回事？赶紧走。走。不是，六哥，我胃真不太舒服。我说你，小兄弟，你进去就舒服了，人多才好玩嘛。走。哎，算了，别那么扫兴。超哥，我小兄弟刚上班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陪你玩啊！不好意思，走。回去。纪晓鸥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酒喝到一半放我鸽子，我要重重的罚。要不要买点酒，换个地儿罚？去哪儿啊？回客栈啊！我不回去喝，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，我还不知道。我发誓，如果我严谨，今晚对你图谋不轨，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晚安，丫头。
今天我去学校找过战宇，李川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提。看来这小子不是真心打算跟我们合作。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？再给他一点时间。已经没时间了，一次次机会摆在他面前，他自己不好好珍惜，再怎么帮都没用。我明白你这么做是为了纪晓欧，但是尽快破案才是我们的目标。咱们得尽快掌握小美人和买家的交易信息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对 KK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我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就连小美人也开始起了疑心，之前还答应我让我来负责运输，现在我提起这个事儿，他也开始转移话题。不会是你和纪晓欧去利川的事儿被小美人知道了吧？应该没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和纪晓欧有任何接触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但现在是什么爱不爱的时候吗？只能委屈纪晓欧了。明白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现在刘伟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得想办法拿下小美人。既然他对你有非分之想，那就索性给他一个机会。只要他对你死心塌地，极力推崇你，刘伟就得让步。梅姐千里迢迢来到梨园，还不忘把段哥一起带过来，在梨园风水最好的公墓里下葬。我想段哥也会安心的。今天我不请自来，实属有些冒昧，但段哥的事儿我很佩服。我也知道段哥在你们二位心里有着很重要的位置。今天是他的忌日，我也应该过来祭拜一下。梅姐，我能不能敬段哥一杯酒？段哥，很遗憾这辈子没能做您的兄弟，但请您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梅姐跟我伟哥一定会在梨园生活得很好，你安心吧。血流的太多了，
我们还是去医院吧。不行，枪伤必然会惹来麻烦。那要不然去你家，我帮你处理。伟子，叫人去买一些处理伤口需要用的东西回来。你能行吗？没什么不行的，段哥以前受伤也是我帮他处理，我有经验。你开快点。货真价实的吧？既然你早已经决定了要接近小美人，干嘛还要在利川对纪晓鸥表白啊？情到深处，控制不住啊。你也不用生气，我呀，慢慢的跟你说，说的我都饿了。哎，给我做点饺子呗，我想吃羊肉馅儿。